娘娘每回来，二个都舍不得您走。母子连心，本宫又何尝舍得？奴才给皇后娘娘请安。皇后娘娘万安。起来吧。王公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皇上派奴才给二阿哥、三阿哥送一些薄荷生姜粉，防着中暑的。那大阿哥那儿呢？皇上最近常去延禧宫，大阿哥那份儿皇上去的时候带去了。那就好。皇后娘娘，奴才有事要禀报。你们别跟着了。贤妃得宠，兼又得子，就连养心殿的李煜现在都给他传递消息了。一个李煜，你都防不住吗？唉，奴才有心为皇后娘娘办事儿，可怕这心有余力不足啊。哦，奴才白日里得伺候着皇上，还得防着李煜，得空还得打探着消息。回到屋里，冰锅冷灶，炕冷茶凉，连个说话的人儿都没有。再加上奴才这老腰旧疾复发，疼得厉害。您让奴才怎么安心效忠皇后娘娘？你可是有了可心的人了。平日来传话的都是莲心姑娘，这一来二去的，也算熟人。你若是喜欢宫女，本宫挑个年轻貌美的给你。可莲心是本宫用惯了的人，嫁了人也不方便。奴才是皇上身边的人，莲心姑娘是皇后娘娘的得力丫鬟。奴才和莲心不是正好吗？再说日后皇上那边有什么消息，奴才传话给娘娘，岂不是更方便？奴才求皇后娘娘成全，奴才一定以性命报答。皇上，明日是永莲第一日去上书房读书，臣妾想亲自送他去。皇后不放心吗？朕给永莲找的陈太傅和百太傅都是博学鸿儒，都是朕挑了又挑的。永莲年幼，有好多话，臣妾想亲自跟他说。好吧。皇上，那莲心的事，皇后真这么打算？王亲对莲心有意，也不是一日两日了。再说，莲心也没有了父母，底下又有一堆弟弟妹妹要他当差养着。若是能配给王亲，也可以继续在长春宫侍奉，也倒是成全了他的心意。可王亲到底是个太监，是他来求你的吗？他怎么好意思求臣妾？是臣妾可怜他们孤苦，才想让他们成个家，以后也好彼此有个安慰。这王亲虽说是个太监，可是他若真的能心疼莲心，也算是件好事。这事情啊，勉强不得，得两个人愿意才行。皇后得问好了莲心再做主啊。臣妾知道。当心着脚底下。永莲，你还没睡醒呢。今日是你第一天去上书房读书，必得知礼明规矩。这往后卯初读书，未正二刻散学，散学后习布设，还属无间断。什么时候可以休息啊？元旦、端阳、中秋、万寿节，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生辰，一年有5日可以休息。
永莲，你是皇上的嫡子，更要勤勉好学。虽然卯初读书，但是嬴政时分，你就要去上书房温书，皇额娘也会常问起你的功课，可不许偷懒。儿臣定不辜负额娘的期望。好，你听说了吗？皇后娘娘要把莲心配给王公公啊，这也得两情相悦吧？你说莲心会喜欢王公公吗？那怎么了？站住！王公公，王公公，说什么呢？太监无妻儿，宫女无夫郎。我们结个伴怎么了？是，这是如履水面的人才能得到主子的这个赏赐，你们有这个脸吗？你们有这个面吗？恭喜王公公！但是活给你们都太少了，干活去。是。他们说的可是真的？是，王卿看上莲心很久了，只是皇后娘娘一直没有松口，如今不知怎么竟答应了。许是皇后娘娘想借王卿探听圣意，多重依靠。可她是皇后啊，何必呢？万人之上有万人之上的孤苦害怕，就像站在塔尖上，一阵小风都会变成大风。都是苦了莲心。咱们挑点新鲜的薄荷叶煮水，永璜怕热，用这个洗澡凉快些。自从大阿哥来了，这里多了些欢快的声音。皇上昨天晚上说，永璜住在延禧宫，你也费心照顾，所以打算给你尽一尽位分，便是贵人啦。皇上这是看重长子啊，只是不知道谁有幸可以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位皇子，那才真的是贵子。姐姐，加把劲儿啊！儿子请母亲安，请海娘娘安。起来。怎么不高兴啦？那我们先用晚膳，用完晚膳，母亲陪你出去走一走啊。母亲，二弟第一天来读书，陈太傅就夸他仁厚，有太子之风。母亲，做太子很好吗？为什么永莲可以做，我不可以？永莲是皇后娘娘嫡出，身份很尊贵的。可我是皇阿玛长子，他们都说长子应该做弟弟们的表率，太子不就是表率吗？谁跟你说的这些？额娘在时说过，额娘说太子也有许多是长子来做的。永璜，在宫里啊，子凭母贵，母亲和你额娘都是嫔妃，比不上皇后娘娘，所以你的地位也比不上二阿哥。这话以后不许说了，说出去给自己招祸，知不知道？儿子明白了。主儿，有哭声。谁呀？谁在那儿哭？奴婢请贤妃娘娘安。这是怎么了？眼睛哭得跟个桃似的。奴婢就是想家了。你伺候皇后娘娘更要注重一些仪容，别挂了一脸泪痕回去。皇后娘娘疼我们，不会责备奴才的。谁不知道皇后娘娘疼你啊？你可要大喜了。我呀，当然是没有皇后娘娘亲自婚配这般好福气啦。先恭喜姐姐啦。阿若，你还笑？话那么多。主儿，今儿上午奴婢去皮库，谁知道他们忙忙碌碌的，说皇后娘娘正在给莲心备嫁妆，要嫁给王卿呢。
好好的一个姑娘家，真是可惜了。有什么可惜的？这满宫里的太监属王卿地位最高，好多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呢。莲心配了他，是占便宜了。宫女配太监本就可怜，你不能取笑她。哦，主，以后你也会给奴婢许一个好人家吗？那是当然。奴婢全凭主恩典。索性，主今儿高兴，快求求他，让他也给你指一个好人家成婚。奴婢要一辈子伺候主的。